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，阴间虽然从没当过主角，但却也是极为重要的存在，因为阴间乃是构成这片世界最关键的一环。天、地、人三界，其中地界指的就是阴界，阴界是亡魂所处的空间，与人界是一种循环的关系，而天界独立于外，能去天界就代表脱离了生死轮回。天界有玉皇大帝及一大帮神通广大的神仙坐镇，以维持天界乃至三界的秩序，而人界也有人王和文武贤臣统治，阴间自然也有维持秩序的统治者，而这里主要来看看统治阴间的最重要的5尊大神。第5位，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是佛教4大菩萨之一，据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所说，地藏王菩萨在无量无边劫以来修行，早已达到佛的智慧海，功德已圆满具足，早就应该成就佛的果位了。但地藏王菩萨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，所以引其真实功德，以本愿力和自在神通，到处现身说法救度众生。故《楞伽经》说，有大悲菩萨永不成佛，并非因为程度不够或者懈怠修行，而是以大悲愿力度化众生。所以功德虽然与佛齐等，却不现佛身，始终以菩萨身度脱最苦众生。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据说这与地藏王菩萨的母亲有关，他母亲因行邪道而入地狱，孝顺的地藏王菩萨在早年曾几次深入地狱救出自己正受苦的母亲，而在这期间他见识到地狱的苦难，故而才心生怜悯，要解救地狱的众生。不过想要渡空地狱似乎有点难，尤其是现在的这种环境。第4位，酆都大帝。酆都大帝乃是东岳大帝的部下，又称北阴大帝、北太帝君、酆都北阴天子，属于统归5岳大帝管辖之下的阴间最高神，也是道教尊神中的5方鬼帝和10殿阎罗的上司。他的职责是统管酆都之下的罗峰6天的6天鬼神，据说是紫薇大帝在幽冥化身。第3位，后土娘娘。后土娘娘又称后母，源于母系社会自然崇拜中的土地与女性崇拜，全称承天效法后德光大后土皇帝旨，是道教4御中的第4位天帝，她掌阴阳，育万物，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。相传她是最早的地上之王，后与主持天界的昊天上帝玉皇大帝相配合，为主宰大地山川女性神。由于古人认为天阳地阴，加上楚辞的流传，因此又有后土神主掌幽都的说法，这种说法也因此不易消失。东汉王奕楚辞注：幽都，地下后土所治也，地下幽冥，故称幽都。因此早在唐宋以来，古人常在建墓、上坟或举行丧礼时，也已把祀后土神相沿成俗。但是在传说神话中，后土娘娘有感于生灵死后亡魂无处可去，觉得这是天道的一个缺陷，于是就化为6道轮回，助无数亡魂重新转世，完善了天道。第2位，太乙救苦天尊。太乙救苦天尊又叫东极清华大帝，与南极玉清真王同为玉皇上帝的左右侍者。太乙救苦天尊起源甚早，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或更早以前，就已经作为道教的冥界主神，在地府的法身名叫鬼王，其圣号全称为幽冥教主冥思面然鬼王符节大帝。太乙救苦天尊誓愿救度一切众生，并且具有天界考核群仙、人界寻声救苦、冥界救拔亡魂的3重功能。在道教灵验记中记录了不少太乙救苦天尊显圣的事迹，而且据说最开始的10殿冥王就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分身所化。不过太乙救苦天尊后来渐渐淡出了阴间的权力核心，不过仍然兼着救度的职责。没办法，只有他可以将业果与地狱业力的象征血壶化为莲池，而且他坐下9头狮子一声吼，能够打开9幽地狱的大门，也就是地狱的最深层。第1位，东岳大帝。东岳大帝又称泰山神，其身世众说纷纭，有惊鸿世说、太昊说等。在汉族民间传说中，东岳大帝主管世间一切生物出生大权的。泰山神作为泰山的化身，是上天与人间沟通的神圣使者，是历代帝王受命于天，
治理天下的保护神。中国汉族最古老的阴阳五行学说中，泰山位居东方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也是万物发祥之地，因此泰山神具有主生、主死的重要职能，并由此延伸出几项具体职能：新旧相代，故国安民，延年益寿，长命成仙，福禄官职，贵贱高下，生死之期，鬼魂之统。传说东岳大帝各地众说纷纭，话说东岳大帝为泰山爷，他掌管着天下365路诸神，是阴曹地府10殿阎君和18层地狱的主宰者。有些地方人们死了之后还要去东岳面点名一说。在以上5位阴间大神中，地藏王菩萨是自愿入地狱超度那些亡魂的，虽然自身实力很强，但在阴间却没有实权。酆都大帝虽然地位不是最高的，但却是最有实权的一位，总揽着阴间大大小小的所有事。后土娘娘地位尊崇，负责的轮回乃是天道最核心的部分，太乙救苦天尊长救度，和地藏王菩萨有点类似。最后就是东岳大帝，阴间的最高执掌者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